今天来介绍一个元宵节猜灯谜的小游戏啦。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中午在行政会议备课的时候，那主任在报告说周三的形式啊，他说礼拜三上午要办一个猜灯谜的活动啊，所以他打算要用毛笔字去出题啊，然后贴红榜之类的哈。那可是我想想，主任已经很忙了哈，这样要花多少时间呢哈？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不然用数位板好了，我帮你写一个小程式哈。所以呢，我就用中午的时间哈，大概花了1个小时，然后把他的需求啊了解了之后呢，就写出一个这样的游戏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这个游戏在我的部落格上哈，一样哈，就搜寻元宵节了哈。那进来之后你就点这个元宵节灯谜游戏。那我这个游戏它设定是有一个主持人，然后使用大屏啊。使用大荧幕来操作，所以就不需要在学生平板上操作了哈。所以这个我当初设计的理念就是不需要学生去填入正确答案，因为这是有主持人哈，有主持人好。那我来介绍一下用法哈，我来介绍一下用法。好，你点进来之后哈，你可以看一下哈。那预设第一次进来是没有题目的啦哈。那因为我有设定它资料会保存在本机，所以你一次没有玩完，下次再打开会直接载入之前的哈。好，那怎么用哈？你可以直接点右上角的设定题目。那因为我怕学生直接点会看到答案，所以呢，我有设密码。那点开之后，因为这是帮我们主任做的，所以密码就是我们学校简码了哈，就 CKES 好，密码是 CKES。好，进来之后哈，它预设已经有35题我们主任给我的题目了哈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你如果想要自己出，你就自己出了哈。那每一行代表一笔资料，那栏位就是以 tab 或逗号隔开，像我这画面上这是以 tab 隔开了哈，这里是题目，然后 tab 键隔开之后一个蛇，或者是你这里用半形的逗号也可以，半形的逗号也可以。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 Excel 上第一栏出题目，第二栏出答案，直接贴过来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你就确定题目 OK 了，你就按下储存题目。它就会帮我们把所有题目都载进来，画面就长这样。好，那你在开始做灯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让学生去指定他想要猜哪一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22题，点开之后少了一本书，猜成语。假设都猜不到，你可以直接回列表。如果猜到了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。猜到了，缺一不可，对不对？好，答案对了，假设全猜对了，主持人呢你就点一下这个灯笼，它就打勾了。那这一题呢就会被划掉。好，这一题就被划掉啊，所以你就可以做下一题，就可以做下一题啊，然后一样猜对了，好，就像这样哈。那这个你可以试看一下，你看我现在把它关掉了，我再点一次，有没有？资料是继续留着的，好，资料继续留着，所以你这次用完了，下一次可以继续继续把它猜完哈，或者这一节课没有猜完啊。那如果你是低年级，希望要有注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左上角这里有做一个注音按钮，按下去。然后稍等一下哈，因为它要去载注音字型有变注音了有没有？好，当我在点进题目的时候，里面就会有注音了，有没有到？好，就会有注音字型，就会有注音字型。好，那这是基本的用法了。那如果你你这次用完了之后想要换题目的话，这有个要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设定其实写的还有一点小问题，因为时间只花了1个小时写嘛我没有把一些小 bug 修好比如说我现在要重置，对不对？你就要点设定题目点设定题目。然后进来之后呢，你就按重置资料。好，重置资料之后要注意哦，重置资料之后要注意哦你一定要再重新整理一次重新整理一次。好，重新整理一次，它整个资料才会整个清空。好，然后你再进设定题目的时候呢，你才可以再重新去修改里面的题目。如果你刚刚没有重新整理它会再载入里面的，就是你在原本里面的题目，它会直接再载入好，所以老师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如果重置了之后，记得重新整理一次，再去重新设定题目了不过这个应该也用不到了，因为你们今年大概用一次，1年用一次而已了好，那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元宵猜灯谜的这个小工具